在一家正常运营的 Apple Store 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桌子旁边是没有座位的，而另一些桌子旁边呢是摆了座位的。上一期我们聊到吉尼斯坝已经属于坐着有座位的那一部分了，那今天我们再来聊有座位的另一部分，叫做私人设置 （Personal Setup）。各位好，我是 Spike， 今天我们继续 Apple Store 的故事系列，我们该聊到 Apple Store 的区域和职位的第3趴，私人设置。私人设置啊，严格意义上来讲，它还是属于 Product Zone。那看过我上一期金斯坝的节目的观众，应该已经了解到了 Product Zone 这个名字，它也是有一些演化的过程的。因为在 Product Zone 之前，我们把它叫做 Red Zone， 它是借用这个美式橄榄球的一个得分区的概念。那么后来呢，由于 Apple Store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越开越多，那为了更加的符合国际化，让全球任何国家和文化的人看到了都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所以就把 Red Zone 改成了 Product Zone。那 Personal Setup 私人设置这个区域，其实是在 Red Zone 的时代就已经有了。那在我刚刚入职的时候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在去考虑到底在 Apple Store 当中要不要设置这个私人设置这个环节。那之后呢，很快就是把这个私人设置固定下来了，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而这10几年，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观察下来，我也确实认可私人设置这个服务是 Apple Store 官方直营店极具特色的一个服务，也是对我们大部分的普通用户非常有价值、有吸引力和有意义的一个免费的服务。那简单的说，私人设置是什么呢？它既然属于 Product Zone， 那应该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概念当中，它是属于售前，或者你是说它是属于销售的一个部分。虽然 Apple Store 的服务理念并不把销售当成一锤子买卖，而只是把卖你一件商品，让你成为 Apple 的用户，看成是我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开始而已啊。那就算是这样，那我们销售了之后，怎么去证明，是吧？我并不是说你交了钱我就不理你了呢。那在 Apple Store， 其实交完钱之后，你会真正的体验到作为 Apple 用户的这个 service， 就是你说服务也好，或者说这个对于产品的关心和对用户的关爱也好吧，才真正的开始。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走进 Apple Store 的用户，这个顾客啊，他在购买前跟购买后，其实是应该能够或多或少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转变和差异的。因为在刚一进店，可能你已经打算好了，我今天要来看某一款产品，我要去买它。但是在你交钱之前，你大部分谈论的都是可能要听取 specialist 的一些建议，然后你可能会分享一些你的使用场景，或者你的一些购买前的一些顾虑等等等等。那其实你发现他聊的都是一些跟其他的购买行为类似的一些内容啊。但是当你付完钱了之后，大部分的顾客可能会觉得那就结束了，我要离开这家店了。但其实不是，在 Apple Store 可能真的是，我不说是刚刚开始吧，但是最起码你的整个购买行为才刚刚进行到中间节点。那哪怕我们只看这单独的一次购买行为，它也仅仅是中间节点。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购物体验，还真的是在其他任何品牌的零售店当中挺罕见的。那我不知道各位还知不知道哪一些品牌是你交完钱了之后，你整个的购买行为才走到中间啊，后面还有一半的路要走，离你离开这家店是吧？还有一半的路要走。当然了，有少量的顾客啊，也会去选择说我放弃这个服务，我只需要提个货，或者是我需要快速的结账，拿东西就走，这个没问题，当然是可以的。但就像我说那样的，如果我的观众在听到这里的时候，你自己认为你是一个数码爱好者，那我的经历告诉我，数码爱好者会有一个很容易
在视线当中很容易会有一个盲区，就是你看不到那些非数码爱好者。你可能会觉得买一个 iPhone 还要你设置，我都是要自己去做，那我也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我的工作经历10几年的工作经历告诉我，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绝大多数60到80的这个 iPhone 的用户，他是真的需要在购买完 iPhone 之后，需要一个人去帮助他去进行激活，去进行 Apple ID 的登录或者是申请。那最近2年就有一个更重要的环节出来了，就是需要有人帮助他转移数据，从旧的手机转移到新的手机。那特别是最近的2-3年，因为 iOS 系统在官方推出了数据转移的这个功能。那虽然说有这个功能之后呢，这是用户级的操作，就是每一个用户都可以自己完成的。但是毕竟像换手机、整体转移数据这件事情，普通的用户他不是每天都做，所以很多虽然说有一个向导会让你点下一步做选择题这种感觉啊，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选项对于大部分的普通用户他不知道该怎么选，而这个就更加的固化了私人设置在 Apple Store 的销售环节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个人觉得在未来的多少年之内都是难以取代的。那具体来讲，这个它的大概流程会是怎么样的啊？就是前面付款之前就不说了，那在你付完款之后，一般 specialist 会简单的询问说需不需要我们帮忙去帮你进行设置、进行数据转移。那这个大概率上呢都是需要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被带到一个有座位的桌子下面坐下来。因为现在的 Apple Store 它的区域划分没有任何的指示牌，桌子上也没有任何的桌标，所以呢，如果你是刚刚走进一家 Apple Store， 并且你对 Apple Store 的布局不是那么熟悉的话，你自己是很难分得清楚哪是私人设置，哪儿是吉尼斯吧。你如果能知道有座位的那个地方是吉尼斯吧，这个已经算是对 Apple Store 非常熟悉的这个顾客或者是用户了。大部分人连这个也是不太能分得清的，所以我们在原来上班的时候就经常看到，就是有一些顾客把那个椅子来回搬来搬去，然后可能大概率上吧会受到这个员工的善意提醒啊，说这个产品体验区一般来讲是不放置座位的，因为大家都是站着的。只有在这个售后的区域还有私人设置的地方，因为确实可能考虑到站着弄不方便嘛，摆了少量的一些座位。那你到了这个专门的区域之后呢，目前的 Apple Store 的服务是会专门有一个人，一般来讲是1到2个人负责这一张桌子的顾客。那有的时候呢，店里人比较少的时候，这一张桌子就1个人或者1个顾客或者2个顾客，那你可能感受到的这个被关照到的这种服务会比较好一点。但如果你去的时候正好属于新品发布啊，或者是周末啊，人比较多的时候，那我们这一张大桌子有可能会坐8个人甚至10个人更多。那这种情况下，他最多也就配3个人撑到天了啊，人力没有那么多的，所以这种时候就是一种你会体验到的是一个1对多的。但我觉得对于普通用户来讲，哪怕1对多也比没人管要好。说到这儿我岔开一句啊，我觉得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你看在很多经销商或者其他网购的这种平台，你没有任何的这个付款之后的后继步骤，就是买了钱就可以走人了。反而呢就也没那么多纠纷啊。但是像 Apple Store 这种买了之后会帮你做一些事情的，反而会得到一些用户的不满或者投诉。特别是在很忙的时候，在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啊，那就是那样的一些顾客吧，总会遇到的啊，他就会比较生气啊，就是说你看买之前还怎么样的，买之后往这一坐就不理我了，对吧？他也没有看到他旁边有很多人。当然我知道这个是双方面的原因了。有一些我认为确实也是员工的
这个专业度不够高啊，照顾不周，这个肯定是有，都是人嘛，是吧？那不可能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呢，在我的价值观判断看来，也真的是就是有些顾客太就是局限在自己的视角里了。你看旁边那么多人，他就希望一个员工就站在他旁边别动，这个员工只要跟其他的顾客一说话，他就有点不高兴啊。那这个我就觉得也不是那么的好，是吧？那所以其实私人设置这个服务从刚一开始公司不确定要不要把它保留下来。你知道最一开始私人设置在我刚刚入职的时候，那个是2010年的时候， Apple Store 的私人设置它是一个人一直负责下来的。也就是说你刚一进店，你买东西给你结账的那个人是谁，那就由他来一路陪伴着你，给你做完设置，直到把你送出店门外啊。这个是当时那个时候。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 Apple Store 还有一个服务叫做私人选购或者私人购买啊，就是具体什么名字我忘了，应该叫personal shopping， 就是这种像奢侈品店那样子，有个人陪着你，就是预约好一个人陪着你去全程买东西。原来是有这个的，但是很快就被取消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想可能是因为在我作为一个普通员工观察下来，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顾客越来越多了，员工实在是没那么多，所以没有这个人力资源去继续推行这么样的这种1对1的服务了。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因为你作为一个顾客来讲，你到了一家店，比如说像奢侈品店那种，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这辈子只去过一次奢侈品店，还是这个陪人去逛的。那它是1对1的，然后你如果这个店里面有3个销售，那他最多接纳的顾客也就是3个人。那当然你2个人是一起的，那就算一起啊。那第4个人来了，那就要排队。所以你在进去之前呢，你就在外面先排队，大概率上是要排队的。那他是实行这样一种策略嘛，就是说我一定要有人陪着你，一个人从头陪到尾，把一个顾客服务好了再接待另一个。那你想想看，像这种方式，就是你很少看到奢侈品店外面有排队的，你店里面也很少有看到熙熙攘攘的，那都是一眼望去像一个博物馆一样，就没啥人啊。这博物馆也不一定没啥人，就是你知道的，就是那种感觉啊。特殊情况除外啊，就是遇到什么打折这个除外。还有什么这种地，因为我不懂奢侈品啊，就是懂的人就不用喷我这一点，你明白我要表达的什么意思就好了。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你除了买这个奢侈品以外啊，就是像 iPhone 属于大众消费品嘛，那么你到了一个大众消费品的店里之后，你看到这个店里都没啥顾客，员工甚至比顾客还多，我觉得这对于顾客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我觉得对顾客来讲，比如说我如果是顾客，我买一个比如说一个品牌的东西，我也喜欢去扎堆儿啊，当我不了解的时候，我也希望觉得，哎，我到一个这家店人比较多的，是吧？那可能是比较靠谱一点。那其实这个时候你的选择其实就是忽略了说，哎，你不知道你到人少那个是3个员工服务你一个，你到这人多的是1个员工服务3个顾客，是吧？那你想想哪个重要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但是我觉得 Apple 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没有因为发现店里的人越来越多，知名度越来越高，都要排队的情况下，那就说好吧，我们就把这个私人设置把它取消掉吧。没有，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保留着。所以作为一个 Apple Store 的员工，特别是在繁忙的节日季或者新品发布季，其实最具挑战的一个岗位就是你被分配到了私人设置这个区域。你就会面对这个，你可能真的只有1个人要照顾这一大桌子的人，这一大桌子有多少个呢？可能有5个、8个，甚至10个。那这个其实非常考验员工的能力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某一次到 Apple Store 直营店去买东西的话，特别是买主件产品，不是买配件的话哈，那你可以顺带去体验一下，看一看这个私人设置到底你满不满意啊？那我以一个做过 Apple 员工的身份，我觉得你还是那句话，你秉承着一个开放的心态，然后
就像认识一个新朋友一样，跟你遇到的 Apple Store 的任何员工去聊聊天，你没有什么是不能问的啊。所以说你在私人设置那个区域，如果在那里的一个specialist 或者你不管他什么职位吧，他比较空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他谈一谈啊，就是说就是你有任何的好奇，你想了解的，就像你看我的节目一样，你都可以去跟他聊一聊。那我觉得这个呢，对你们两个都有好处，你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对于他来讲呢，有个人能聊一聊也挺好的。好，所以这个是目前的私人设置啊。私人设置是属于 Product Zone， 那在这里的员工的职位呢，跟 Product Zone 是一样的，大部分呢遇到的会是 Specialist， 或者是不太可能有 Expert 的，可能会遇到 Pro 这个职位。那大家如果想更多的了解 Product Zone 的这个职位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聊 Product Zone 的那个区域的节目啊，那个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在私人设置这个区域呢，其实在最早比较简单，只是帮助顾客把 iPhone 激活，把电脑进入到桌面，保证顾客回家就能用啊。这个是推出这个服务的一个宗旨吧啊。我总是希望大部分的用户吧，在买完他一件电子产品之后，一回家打开就直接是可用的状态，而不希望他回到家之后还要进行这些繁琐的设置。但这个东西呢，可能我和我的一些观众会持不同的意见啊。比如说拿我来讲吧，我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希望我能够自己去经历一个新产品的设置过程。给大家讲一个我2010年刚入职的故事啊。在我刚入职的那个时候呢， Apple Store 最流行的产品是 iPod。我不知道还有几位观众我的观众应该还都知道，因为跟我年龄相仿嘛，那个随身听、随身音乐播放器。然后在我刚入职的时候呢，就是公司的经理会跟我说，当顾客去买这款产品的时候，当时我们呢还是要自己到后面的一个仓库去帮顾客把产品拿出来。但这个产品因为当时是非常漂亮的全透明的塑料包装盒，全透明的，那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就不可能直接是两个产品这个盒子直接挨着嘛，它每个盒子外面会有一层这个白色的塑料皮儿，然后你就是开箱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撕掉，因为它是要保护在包装的时候两个盒子就是挨在一起，不会把这个漂亮的透明塑料盒给磨花嘛。然后其实呢，在这个白色的塑料皮儿的外面，它还套了一个纸壳，这个是最原始的那个包装，就是运输包装。然后那个时候公司的经理跟我们聊的是说，没有任何一个顾客希望他的产品递到他手上的时候是一个很丑陋的纸壳或者是白花花的一个塑料壳的包装，都希望是已经把这个皮都扒掉啊，光鲜亮丽的一个漂亮的包装盒送到顾客面前。然后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就非常的不理解，因为我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一个产品，你得把所有的包装我还特别希望就是你能给我那个纸壳子上还蹭了点泥巴那种啊，那我就觉得这个我特别有这种你是属于我的，对吧？我从头开始把你给拆，我享受那个拆包装的感觉。我就觉得真的吗？是会有顾客是这样子的吗？怎么我觉得我就不是这样子呢？那在我真正工作下来之后，我发现来 Apple 所有的顾客，我可以说95%以上的都是像我当时的那位经理说的那个样子。他真的是不希望看到那个不好看的那个皮儿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么零星的几个像我一样的顾客，他在当时买那个产品的时候，他特别就是我接待的顾客啊，他特别告诉我说，你不要撕外面的那个皮儿啊。我说好的，那我就按照他的要求把那个拿过来。然后他的这句话呢，也让我知道他是我的同好，对吧？就是我们两个是同一个性质的，有同种爱好的这样的人。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属于一个叫开箱体验，而这个开箱体验呢，在 Apple Store 一直都是非常讲究的。也就是说，其实公司一直是推荐每一个员工说，你在给顾客做一个新产品的私人设置的时候，要让顾客自己打开包装，去享受这个打开的喜悦。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 Apple 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它一方面是希望一个顾客拿到新产品的时候是能够看到光鲜亮丽的，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呢，我承认现在的我是觉得当时的我是不对的。那当然这个是其实没有对不对啊，只不过现在的我呢是更同意那位经理的说法。我也确实认可大部分的人类应该是希望看到光鲜亮丽的包装。我呢，这个是属于一个特殊癖好的小众群体啊，这个是我是目前我是这么看的啊。但当年幼稚嘛，就是不太能理解，是吧？但直到目前为止，我也不认为哪一种做法对，哪一种做法错的，没有对错之分啊。这个我觉得这点包容大家还应该是有的。但是这个开箱体验是 Apple 一直留下来的，一直去强调这个开箱体验。那我们在 Apple Store 工作的过程当中，也确实遇到一些顾客，愿意自己在私人设置区去打开这个产品的包装，然后甚至我还遇到过要拍视频、要拍这个开箱视频的。虽然他不是什么博主，也不一定是 YouTuber，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就是出于表达对购买了新产品的一种快乐的喜悦，他就想把这份快乐记录下来啊，仅此而已。因为能看得出来嘛，他拍的不专业嘛，那不太会有博主或者 YouTuber 是像他那样拍的。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就是说来我帮你拍啊，那就是跟顾客一起去庆祝这个新产品第一次打开包装的这种快乐的心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顾客到零售店当中体验的一部分，想得非常的细节。但是不得不说，我刚才描述的那个双赢美妙的场景，我在13年的工作经验当中，可能遇到的概率不到1%，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啊，还是说怎么样？这个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只在中国的某家店待过，我没有到国外的，甚至国外的店，甚至我连一个顾客的身份进去的概率都非常的少。所以我不确定是这个对于顾客来讲会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中国大陆境内的 Apple Store 零售店做私人设置的时候，我遇到的顾客当中，其实大多数吧都是要我们帮忙拆开包装的。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你如果在中国大陆境内，你可以去试试看，如果你正好买一个产品哈，就有些想的比较周到的员工会问你一下你要不要自己拆开包装，但是可能大概率上他都不会问你，就直接帮你拆开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有情可原，这个不是说员工不希望他的用户有这样的体验，而是他在每天的工作当中遇到了太多太多的用户，全都是不想自己动手拆开包装的。我还遇到过说，甚至有些用户因为员工问了一句要不要您自己拆开包装，然后就投诉这个员工，就说怎么回事啊？我买了一个产品，花这么贵的钱，你连包装都不帮我拆，就他还有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让我像这种当然也是另一个极端了，这是两个极端，中间的大一部分人都是其实60%-70%的概率，你员工就直接帮他拆了，谁都不会说什么，顾客也觉得挺自然，那就应该你帮我拆。还有那20%-30%的人呢，是被员工问了一下，问完之后呢，在问的这部分人里有90%都说你帮我拆，所以这个事儿我也觉得挺，怎么说呢？不太恰当的讲，有点失落。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失落吗？就是同样是人类，当我看到大部分我的同类都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会怀疑自己。但不至于真的说怀疑自己啊，就是或多或少的会有点就一下，是吧？这怎么回事？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所以其实这个就扯到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YouTube 频道，跟大家聊这些事情，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我倒不是说做个频道想去找跟我相同爱好的人，有没有这个概率呢？您不是说没有，但是这个找了有，就像交朋友一样，它是靠缘分的嘛，有就有，当然开心，没有就没有。而且我一直说我是一个陪伴和这个就是陪伴节目，
那其实我是希望有更加多元的观众，我的观众里面也是更加多元啊，加入到其中，那这样才有意思。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每个人需求不一样，这样咱们才有的聊。如果真的是就是一小撮人在那儿，大家的想法都一样，那还聊啥？是吧？这个就没有什么这个火花的碰撞了嘛。但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事情，我觉得也是我到目前也是有点。不太能整得明白啊。虽然我也不是说非得整得明白，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的话题吧。如果我的观众朋友哈，就是你们有见多识广的，在全球很多国家都生活过一些时间的，你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去分享一下，这个到底是某一个就是人群的特色，还是说全球都这样，还是这怎么回事啊？就这个就。看看吧，我节目发了之后，看大家在评论区能够怎么去聊这件事情哦。好的，那今天就是跟大家简单聊一下 Apple Store 的私人设置的这个区域，其实它也是属于 Product Zone 的一个子区域吧。那下一次节目我们就想聊一聊我的老本行One to One 和 Today at Apple。我们下期再见。